警告：帝国系统发生架构级熔断，审计开启。萨尔虎。如果一个帝国是一台运行了200年的服务器，那么战争就是最极端的压力测试。万历47年，大明帝国向东北边陲发送了一行高达47万5千字的指令，这行指令的代号叫分晋合击，它的目标只有一个：彻底抹除那个在大明后台不断制造报错代码的异端努尔哈赤。当时的辽东经略杨镐坐在沈阳的指挥部里，看着沙盘上绵延数百里的防线，他认为这只是一次例行的垃圾清理。然而他没有意识到，这台服务器的底层架构已经因为200年的冗余代码和硬件老化变得摇摇欲坠。5天之后，3万大明精锐在雪地中物理蒸发，4路大军3路全灭。这不仅是一场军事上的惨败，它更标志着大明帝国的防御算法彻底熔断。很多人认为萨尔浒是因为杨镐分兵太蠢，但在硬核战争逻辑里，这是一次经典的架构级灾难。我是林良和，今天我们关掉碎片化的历史视窗，进入底层代码，开启对大明终局的第一场深层审计。萨尔浒系统初次重启失败。在审计萨尔浒之战前，我们必须先看一眼万历47年的后台数据。大明服务器看起来依然算力强劲，刚刚平定了播州杨应龙，并在朝鲜半岛格式化了丰臣秀吉的野心。但如果你看一眼后台的财务数据，你会发现系统的内存已经彻底溢出。3大征耗银1200万两，大明国库此时的可用缓存几乎为零。为了维持系统的继续运行，朝廷开始强行加征辽饷。我们要审计这一行代码背后的惨烈。为了凑齐200万两白银，大明在全国范围内强行加征，每一亩土地，每一担粮食，都在为这场战争超频。这看似只是一个财务数字，但在底层逻辑里，这直接导致了亿万农民的生存权重降到了临界值以下。这意味着前方在打仗，后方的系统基石正在由于严重的资源透支而崩塌。我们要审计一下这10万大军的系统资源分配。很多人以为10万人就是10万把刀，但在17世纪的东北，这10万人意味着每天要消耗3000担粮食。大明的后勤系统采用的是极其低效的串行指令，户部拨钱，兵部派人，地方征粮，民夫押运。只要中间一个环节丢包，前方就是饿殍遍野。当时沈阳的粮仓里，陈粮和新粮的比例严重失调，士兵的体力属性普遍处于黄灯预警。杨镐收到的指令不是如何打赢，而是必须尽快结束。这种急于求成的强制关闭程序心态，直接催生了那个战术分晋合击。我们要引入一个被大多数人忽视的硬核变量——气候代码。3月初的辽东正处于17世纪小冰河时期的能量谷底，当时的实测温度在夜间会跌破零下25度。这种极寒对大明这种依赖精密硬件的帝国来说是致命的物理降温。首先，明军主力装备的是火绳枪，在极寒和高湿度的风雪天，火绳的阴燃率会从 95% 跌到 40% 以下。这意味着明军的一轮排枪往往有超过一半的枪管无法激发。更致命的是大明的冶金工业审计，当时的铸铁工艺中硫和磷的含量严重超标，在零下25度的超低温下，炮管会发生极端的冷脆化，这就像把一块受热不均的玻璃丢进冰水里。明军在萨尔浒山下试图通过连续炮击来清扫八旗阵地，但每射击一次，炮管的金属疲劳度就会几何级数增长。审计数据显示，明军在战役中损失的重型火炮有1/3是因为材质协议崩溃而自行爆膛解体的。
这种从矿石开采到冶炼工艺的底层缺失，让大明引以为傲的技术代差，在极寒面前变成了一个笑话。我们要深挖明军的火药模块。由于基层官僚的贪腐代码侵蚀，配发给萨尔浒前线的火药硝石纯度严重达不到标。审计结果显示，同样1斤火药，大明产出的动能只有八旗军缴获火药的60%。再看弹道学博弈，明军主力的3眼铳有效射程在实际测试中不足40米，这是一个极其尴尬的距离。在这个射程内，骑兵全速冲锋只需要3秒钟，这意味着你只有1次开火机会。如果这发丢包了，你就没有重启的时间了。而八旗军的强攻在80米外依然具备穿透轻甲的动能，这种射程逆差让明军的火力优势在物理层面被彻底抵消。大明花了千万两白银堆出的火器部队，在物理底层的博弈中竟然处于全线劣势。在战役正式爆发前，我们要审计一个隐形战场——情报协议的渗透。努尔哈赤并不是在深山里盲目等待，相反，他写出了当时最高效的间谍代码。沈阳城内甚至杨镐的指挥部里都有被八旗收买的内应。明军的兵力部署、进军路线，甚至每天的口令，都在通过秘密渠道向赫图阿拉同步。这种单向透明的战场，让明军所有的奇袭逻辑都变成了自投罗网。我们必须重点审计战役总指挥杨镐。杨镐在大明服务器里是一个典型的文官插件。他虽然精通行政流程，但他的算法里缺少一个关键模块——实战经验。为了维持他在武将面前的绝对权限，杨镐试图通过严厉的考成法强行驱动杜松、刘听这些硬核硬件。这种协议不兼容，导致10万大军在迈出沈阳城时就已经陷入了严重的内耗逻辑。杨镐曾在点将台上当众羞辱杜松，指责他畏敌如虎。杜松之所以敢在萨尔浒强行超频，很大程度是为了摆脱杨镐的言语暴力。更离谱的是杨镐的指挥逻辑。在17世纪的辽东密林没有无线电，杨镐试图在沈阳指挥4支相隔数百里、地理隔绝的部队。这种高延迟低带宽的指挥协议，让明军的4个子程序在运行之初就失去了数据同步，各自在逻辑孤岛上盲目运转。3月初1，西路军统帅杜松率先抵达萨尔浒。我们要深度复盘萨尔浒山的地形属性。这座山虽然不高，但它是浑河与苏子河的交汇点，地势极为崎岖。杜松为了抢占功劳，开启了自毁式超频。他下令部队丢掉重型盔甲、帐篷和辎重，在昧溪的深雪中轻装突击。杜松认为只要速度够快，就能在系统同步前黑掉赫图阿拉。当他强行渡过冰冷的浑河时，我们要审计一个细节：当时的河冰并没有完全化开，士兵们是在碎冰和激流中强行趟过去的。冰冷的河水瞬间浸透了火药包，这在系统里叫硬件损坏。杜松并没有立刻发起攻击，他在等他的侧翼马林的北路军同步。然而，努尔哈赤已经完成了全量算力的独调。他利用萨尔浒山的背阴面，巧妙地隐藏了自己的主力。明军的侦察兵在雪地中丧失了80%的视觉算力。努尔哈赤采取了重盾前置、射手后置的交替掩护。明军装填一次火药需要40秒，而八旗骑兵冲锋跨越200米只需要15秒。这是一场冷热兵器转换率的单方面屠杀。当八旗军冲进阵地，明军手中昂贵的火器变成了沉重的铁棒。杜松身中18箭，被射成4尾。3万精锐在这个地理死角里，像数据碎片一样被彻底物理抹除。
我们要审计杜松战死后的一个细节。杨镐在沈阳收到的第一封战报，竟然是杜松发出的捷报，那是杜松过河后发出的虚假信号。这种信息回显延迟，导致了杨镐在最关键的止损时刻，依然在维持错误的指令。当西路军杜松的核心进程在萨尔浒山下被物理抹除时，大明帝国的指挥系统陷入了恐怖的逻辑黑洞。在这个黑洞的边缘，是距离杜松只有几十里的北路军统帅马林。马林不是杜松那种容易过热的高性能显卡，他在大明官僚协议中浸淫多年，是一个典型的保守派固件。然而，这种保守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演变成了致命的逻辑死锁。在得知杜松全军覆没的瞬间，马林的系统算力瞬间归零。他没有展现出一个统帅应有的止损能力，反而采取了一个让后世军事架构师感到绝望的决策：原地待援，并开启了自杀式的分兵防御协议。马林将他的3万部队分成了3个完全孤立的防御模块：上尖崖、匪分山和二道关。我们要从数学角度审计这个部署。上尖崖地势极窄，根本容纳不下大规模兵团的展开，而匪分山虽然险要，但它与主阵地之间被一条冰冻的溪流切断。马林主动切断了各个防御节点之间的通讯带宽和互相支援的物理路径。在努尔哈赤眼中，这哪里是防御阵地，这简直是主动送上门的碎片化攻击目标。努尔哈赤甚至没有给八旗系统留出散热的时间。在萨尔浒大胜后的当天黄昏，他直接调转全量算力，对马林发动了急连攻击。八旗军利用骑兵的高频率读写能力，在马林的3个孤岛阵地之间快速切换。由于马林各部之间缺乏同步协议，当上尖崖阵地遭遇努尔哈赤本阵的峰值攻击时，其他2个阵地的明军竟然因为视线受阻和指挥脱节，处于完全的离线挂机状态。马林最后带着残余的破碎代码狼狈逃窜，北路军宣告停机。至此，大明服务器的2根重要内存条在48小时内被接连拔除。我们要将审计的视角转向萨尔浒山下那段最悲凉也最硬核的史实——川浙步兵模块。在杜松主力崩溃后，负责殿后的3000精锐，由7家军嫡系组成的浙兵和10驻白杆兵组成的川兵，被彻底遗弃在了冰天雪地中。这2支部队是大明系统里最精锐的底层函数，他们拥有整场战役中最高等级的战斗逻辑。浙兵迅速上线了车阵算法，利用辎重车辆和巨马，在浑河岸边筑起了一道物理屏障。审计这些浙兵的动作细节，你会发现极其震撼。在零下25度的低温下，由于手掌与金属兵器冻结在一起，很多士兵在握紧长枪时，皮肤会被直接撕裂。但由于鸳鸯阵的强制逻辑约束，没有任何一个人脱离站位。而川兵则手持特制的钩镰枪，在密林中开启了针对重骑兵的硬核博弈。他们是整场战役中唯一能让八旗铁骑感受到物理恐惧的存在。钩镰枪的设计能够精准切断马腿的金剑，这是八旗机动算法的天敌。然而，这正是系统的悲剧所在。由于最高指挥层已经物理离线，这2支精锐陷入了无指挥孤立模式。努尔哈赤没有选择强攻硬啃，而是动用了远程火力覆盖，配合数倍于己的兵力进行全量格式化。主帅一降。审计细节显示，浙兵在打光了最后一发火药后，依然用冷兵器顶住了八旗军的3次冲锋。川兵首领陈策、周敦吉在力战后系统关机。这不仅是精锐的损失，更是大明战术迭代的彻底断代。帝国失去了最后的一批懂得如何克制八旗的核心驱动程序。现在
审计整场战争中最令人心碎的进程，东路军刘京。刘京，绰号刘大刀，他的算法逻辑非常稳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但他遭遇了努尔哈赤最阴险、最致命的社会工程学攻击。努尔哈赤在全量删除杜松和马林之后，利用大明通讯带宽为0的漏洞，派人穿上缴获的明军甲胄，拿着杜松的令箭去骗刘听。他们说西路军已大胜，请速来会合，分享战果。刘金这个老将因为处于严重的信息黑洞中，无法进行真实性校验，他选择了信任这个虚假的信号。为了赶进度，刘京下令部队关闭了防火墙，丢弃了沉重的火器和防御辎重，进入了高风险的快速行军阵型。当他走到阿布达里港，看到的不是友军的捷报，而是满山遍野正处于峰值站立的8旗铁骑。那一刻，刘大刀意识到，他不是被敌人杀死的，他是被整个大明系统的孤立和内耗给合谋杀死的。刘丁在被伏击的一瞬间，展现了顶级将领的危机处理能力。他试图抢占高地，重建防御矩阵，但由于之前为了赶路而放弃了重型盾牌，他的士兵在面对8旗军居高临下的重箭齐射时，防御层被瞬间击穿。刘丁本人身中数箭，半边脸被砍掉，依然挥舞着他的大刀，直到生命最后一刻，都在试图修复帝国的尊严。随着刘丁战死，大明这块最后的硬核主板彻底报废。大明其实还有第4个子程序，南路军李如柏。他在南路慢悠悠地爬行，直到收到了全军覆没的全局广播。李如柏为什么慢？审计发现，这涉及帝国的派系冲突代码。李家与努尔哈赤有着数十年的深厚私交。在大明系统里，李如柏的战略逻辑不是求胜，而是避险。他甚至一旦系统崩溃，只有保全自己的算力，才能在战后的权力审计中存活下来。这种将领个人利益优于系统全局的错误逻辑，是大明后期无法修复的顽疾。李如柏的静默离线虽然保全了部队，但也让大明彻底丧失了最后一次反杀的可能性。至此，杨镐精心设计的所谓分进合击算法，在5个昼夜内被努尔哈赤以最高效率逐一物理格式化。我们最后必须审计最高管理员万历皇帝。长达20年的不上朝，意味着服务器的决策系统长期处于休眠模式。户部、兵部的大量职位空缺，导致前线发回的错误报告堆积如山，却无人处理。杨镐之所以能拿到如此离谱的包抄指令，正是因为最高层已经丧失了对复杂算法的审计能力。萨尔浒之战其实是万历皇帝在睡梦中被现实逻辑扇的一个响亮的耳光。当一个系统的管理员不再关心代码的运行质量，而只关心自己的内存消耗时，崩坏就是必然的。最后，我们要看一眼那些在雪地里死去的民夫。萨尔浒之战，大明动用了超过10万名的民夫作为数据传输媒介。我们要审计这些民夫的生存红线，他们没有盔甲，没有粮饷，他们在零下20度的风雪中负责搬运那些沉重的却又在战场上哑火的火药。当后勤线被切断，这些民夫成了系统中最先被牺牲的冗余数据。他们在风雪中成片倒下，导致了明军后勤带宽的彻底熔断。当努尔哈赤占领明军营地时，他发现的不是财宝，而是成堆的因为极度饥饿而冻僵的民夫尸体。这意味着大明系统不仅是在军事上输了，它在社会冗余度上也彻底破产了。这种合则而渔的代码逻辑，让萨尔浒之后的辽东彻底变成了一片物理意义上的死地。3月初5，沈阳，杨镐收到了最终报错，4路大军3路全灭。
萨尔浒之战结束了。这场战争向全天下发布了一个公告：大明这个运行了200年的系统，其核心算法已经无法匹配当下的硬件环境。萨尔浒之后，大明不得不上线一套天价防御补丁——关宁锦防线。这个补丁每年的成本高达数百万两白银，它开始像一个巨大的肿瘤，疯狂吸食帝国仅存的生命值。那些死在雪地里的士兵，死在了户部的账本里，死在了万历皇帝的休眠里。杨镐下狱，崇祯即位的倒计时已经开启。而此时的辽东，努尔哈赤正对着赫图阿拉的残阳，开始了下一行指令的编写：进军沈阳。大明的终局逻辑已经无法重启。我是林良和，下期我们将审计那个名为关宁锦防线的天价补丁是如何一步步诱发系统总崩溃的。我们下期见。核心必须牢固，线条再细一分。是。